高考刚结束，我穿越到仙侠世界，因为语言不通，只能去宗门后山扫地。当看到他们修炼时，我惊呆了，哪家正经宗门修仙用普通话呀？喊风能起风，喊剑能御剑。听着一堆修仙大能用各种奇怪的口音讲中文，我仿佛看见一堆老外逛故宫。再翻开宗门珍藏的修炼古籍，我震惊到撕书，撕碎了古籍，宗主要罚我。我大手一挥，不就是蜀道难吗？看我给你默写10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高考刚结束，我就穿到了一个能修仙的世界。这个世界里，偶尔会有白衣飘飘的俊男美女御剑飞行。每当他们从天上飞过，底下的老百姓都是一脸羡慕。我也挺羡慕的。可先别说修仙了，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。这世界的人有自己的语言，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。活了18年，我只完全掌握了中文一门语言。英语就只有 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? 的水平。英语都没学明白，更别提其他外语了。无法和人交流，打工都没人要。我就这么露宿街头，泥里打滚，饿了去垃圾桶里捡馒头。不到1周，看上去和路边乞丐没啥区别。突然某天，我被一个会御剑的老头捡走了。我正在路边晒太阳，老头拎着我就上了天。看着他这件速如飞，一路超剑的嚣张样子，我觉得这老头来头不小。果然，他到了山头上，拎着我下剑，周围人都给他鞠躬。喊他的称呼我没听懂，但我猜这应该和宗主的意思差不多，得是个管理层。疑似宗主的老头命令几个白衣帅哥给我一通洗刷，吃饱喝足后又换了干净衣服，带回他书房。书房里，这老头对我一通叽里呱啦，说得我满脸问号，比高考英语听力还让人绝望。我们俩鸡同鸭讲了半天，老头叹了口气，他递给我一把扫帚，这一下我懂了，这是让我去扫地呀，吃人家大米，打工是应该的。我扛起扫帚就开扫，扫到后山时，我远远地听到易洪亮悲愤的声音：贱人，贱人，谁是贱人？我抻长了脖子四处张望，半晌后觉出不对，这异世界有异世界的语言，谁骂人用普通话啊？刚想着自己听错了，耳边又是一道洪亮悲愤的贱人，这太刺激了。我循着声音望去，就看见后山的训练场上，一个小胖子脸憋得通红，急得原地跺脚。他眼前的地上，一把锋利巨剑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剑锋上闪烁着莹莹冷光，想来必是一把盖世神剑。贱人！那小胖子继续对着那把剑喊，那剑依然纹丝不动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小胖子学御剑呢。这修仙咒语真非同寻常黑，御剑还得喊贱人。他身边一儒雅中年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示意那小胖子看看他的做法。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人施法，有点兴奋，瞪圆了眼睛认真的围观。只见那中年人气沉丹田，凤目圆瞪，剑来！随着他的这一声标准的普通话呐喊，那巨剑缓缓地升起，径直飞向他身边。我在一边看傻了，谁家仙侠世界正经的修仙用普通话啊？修仙世界不是应该有法力吗？为啥说普通话就能御剑啊？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，我把手里的扫帚扔在地上，大喊了一声：扫帚来！扫帚嗖的一下就起来了，还飞到我身边，想让我骑它。哐当一声巨响，我回头看去，那巨剑已然摔落在地。中年人和那个小胖子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万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。后山刚扫了一半，我又被拎回了老头书房。老头正在喝茶，听见中年人的话，茶也顾不上喝了，握着茶杯和他讨论起来。中年人和老头叽里呱啦的一顿说，我像待宰的猪一样被他们打量个没完。说到最后，中年人把扫帚递到我面前，示意我再演示一遍。扫帚来！
我一声大喝，扫帚又嗖的一下飞上了天。咔嚓，老头攥碎了手中的茶杯，他脸慢慢的涨至通红，满脸都充斥着一种反正当年有个高3的学生退学了，想考清华，最后来我们班复读的时候，我们班主任就是这种眼神，兴奋且专注，深情而痴迷。老头带我走出书房，外面的空地上有一个比武台，此时上面聚集了一堆训练的白衣男女，看到老头出来都纷纷的行礼。老头让他们走下比武台，然后拉着我走了上去，他想要和我过2招。不得不说，我的心里是有点紧张的，就像当年我一个文科生突然要考理综反向测试一般，手足无措。这种紧张感一直持续到老头闭上双眼开始施法。曲项向天锅。我啥玩意儿？为啥突然开始背这种小学生课文选？还有这读音不标准吧？你一个黑发黑眼黄皮肤的，装什么老外啊？和我的懵逼不同，场下的众人都一脸严肃。随着老头的朗诵，他的身周散发出一股力量，那股力量围绕在老头身周，虎视眈眈地朝向我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对我进行攻击。北毛浮绿水，轰赵博轻薄。那股力量突然凝结成实质，对我袭来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很多东西，基本都选自唐诗300首。不过简单的不行，我得读个难的，就是它了。杜甫的《登高》，古今七律第一。第一句是啥来着？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谢天谢地，我没有犯上了考场就忘词的尴尬毛病。随着我的背诵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力量从我体内涌出，将我包围。和老头的力量不同，我的这股力量更为磅礴汹涌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老头发出的力量很快地和我的碰撞在了一起，之后瞬间消散。想来咏鹅这种启蒙故事还是不能和登高正面刚的。老头傻了，在场的众人都傻了，我也傻了。我没有想到登高的力量如此强劲，更没有想到这个宗主老头的力量如此不堪一击。我想闭嘴，可我被这首小短诗已经成了肌肉记忆，剩下4句不受控制的脱口而出：万里悲秋常作客，100年多并独登台。我身周的力量在击败对手后更是蓄势待发，对着老头的本体蠢蠢欲动。与星号、星号、井号、井号、百分号与井号。台下的人群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，还有几个已经跳上台想要护在老头身前，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，我他妈马上就读完了8句话的古诗，你还想让我读多久啊？艰难苦恨繁霜鬓，老岛心停酌酒杯。随着我最后一个字读完，冲击波以我为圆心向4周散射，所有人都被这股力量撞飞，一时间空中满是飞舞的肉体，老头也被撞飞了。噗！他离我最近，受到的伤害也最重，落地后还吐出一口老血。那些弟子们顾不上自己受的伤，纷纷赶来查看老头的伤势。老头擦干净嘴角的血迹，摆摆手，示意自己没事。在一群弟子的搀扶中，老头缓缓地走到我身前，握住了我的手。他那枯木一般的手激动到颤抖，浑浊的眼神中也散发出耀眼的光彩。人民币百分号与井号、星号、井号。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我一个发音都没听懂。可是老头那殷殷期待的眼神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周围人的眼神竟然和老头差不多，就像是一群不及格的学渣对着物理题抓耳挠腮。这时突然冒出一个靠着物理保送的学霸一样，满是对知识的渴求。这大概是想让我搞一些对外汉语教学，我想。于是我点了点头。看到我同意了，
老头的双眼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周围人群中也爆发出了一阵欢呼。身着白衣的俊男美女们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，像极了曾经在考试前偷到了试卷答案的我。我还没穿热乎的粗布麻衣被换下，穿上了修仙者同款的飘逸白衣。正所谓人靠衣装，我现在装起逼来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老头带我来到了一栋建筑前，这建筑以石封门，守卫森严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石门打开，又是另一番天地。只见密密麻麻的竹简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架子上，满屋都是竹墨清香。老头想给我介绍，可他又知道和我语言不通，急得抓耳挠腮。我摆摆手，让他少安勿躁。这都是古籍功法，我懂的。这里面必定藏着盖世神功。若是我能学上一招半式，从此便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修仙小说不都是这个调调吗？我随手抽下一本竹简，打开，看清楚上面的字迹后，我直接石化了。手一使力，那竹简年久失修，直接在我手上碎成了片片，噼里啪啦，竹简碎片散落一地。哦，这句话我听懂了，这是老头的尖叫。老头手脚并用地爬过来，颤抖地拿起地上的竹简碎片，牙根都在打颤。他想骂人，却发现我听不懂；他想打人，却发现好像也打不过我。最后整个人委屈极了，抱着一堆竹简碎片抽抽搭搭，看起来十分可怜。无语，我心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感觉：碎了就碎了呗，这竹简全篇我都会背。蜀道难啊！李白代表诗作，高考必考内容，应届高考生就没有不会的。噫吁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随着我的背诵，那股熟悉的力量又从我体内涌出。老头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，傻傻地抬起头。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。尔来48000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昔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。我一边背诵，一边指了指地上的竹简，示意自己背诵的就是竹简上的内容。老头显然懂了，他停止了抽打，眼里光芒闪耀。我怕收不住手，又把这老头打吐血，背了2句就停止了。可就这几句诗，已经让老头的态度大变样。他起身，恭敬地向我鞠了一躬，然后示意我可以随便地翻看这些竹简。我随便抽出来一本，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好家伙，曹操的《观沧海》。再抽出一本，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李商隐的《无题》。我越翻这些竹简，思绪越麻木。明明是修仙小说里十分具有爽点的桥段，我却感觉昏昏欲睡。放下竹简，我长叹一口气。老头有点担忧地看着我，我摇头，指了指地上的竹简，又指向了一边桌案上的纸笔，示意我能默写出我刚刚毁掉的竹简。老头殷勤地为我磨好了墨，铺好纸，备好笔。我撩起袖口，举起毛笔，下笔。大意了，不会写毛笔字。我尴尬地捡起桌边的木炭，用现代人常用的写字方式，飞速地把“蜀道难”默写了出来。噫吁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问君兮，由何时还？长途谗言不可攀。但见悲鸟号古木，雄飞雌从绕林间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侧身希望长咨嗟。李白这首诗朗朗上口，背起来容易，默写却难。因为这首诗里的生僻字，我没少被老师打手板罚抄书，但也要感谢语文老师的一片苦心。正是因为他的谆谆教诲，我才能在异世界先途坦荡。在我默写的过程中，老头看我的眼神愈发敬畏。在他眼中，
可能觉得我是突降世间的神通大能，对各种古籍功法倒背如流。可这些都只是一个现代高三学生的基本素养啊！这样的认知让我直至默写完毕，都感觉不到一丝骄傲。我云淡风轻的样子，更让老头感觉我深不可测。门前突然传来一阵喧闹，我和老头快步地走出藏经阁，就看见一位白衣弟子紧闭双目，身上满是血腥伤痕。老头大惊：星号、井号、百分号、星号与井号、百分号。弟子开始和他解释经过。虽然我听不懂，可我观那弟子身上伤口参差不齐，不像是被刀剑所伤，却像是被野兽撕咬过。脑内灵光一现，我瞬间明白这是什么桥段了。这是被异兽袭击了呀！修仙文必备刷经验法宝，上可变美女，下可当坐骑，主角的好老婆，人类的好朋友，异兽。他终于要登场了。我手舞足蹈地表示我可以去打异兽，可老头坚定地拒绝了我，但也不是完全的拒绝。他的意思是我现在语言不通，而异兽又过于危险，不如等到沟通顺畅之后再去降妖除魔。我同意了他的意见，开始苦哈哈地学习异世界的语言。我所在的宗门叫望天宗，听起来就是个只想摆烂的宗门，实际上也挺摆烂的。望天宗祖上阔过，因此是这修真界的8大宗门之一。可这几百年，望天宗再未出过什么精彩绝艳的弟子，于是渐渐失的威。虽然拥有一整座图书馆的功法秘籍，可那些秘籍对于异世界的人们来说过于晦涩难懂，因此只能束之高阁。至于捡我上山一事，据宗主老头说，他从修仙开始就日行一善。那天他遇见飞行路过，正巧看到了状似乞丐的我，动了恻隐之心，便把那日的善心发到了我身上。他本想着我可以在望天宗做些洗扫的杂事，若我着实有些天赋，也可收为弟子。那我现在算是望天宗的弟子吗？我问。老头直接给我跪了。您怎么能是弟子呢？他的声音颤抖。您是我们望天宗的贵客，长老，不，您是上神，您是我们修真界的上神。上神是什么鬼啊？听起来就像是个反派啊！我被上神这个名字雷得外焦里嫩。结果在我认真的学外语时，望天宗来了位上神这个消息，不知道被谁传扬出去。其他宗门都知道了我的存在，纷纷的给我送礼，想要探探我的虚实。我也没客气，送的啥都照单全收。其中有个上道的宗门送了一对绝色双胞胎给我，我心痒痒的看了2眼，然后果断地派人到厨房做饭了。别说，那双纤纤玉手切起萝卜都特别好看。唯一后悔的就是这对双胞胎变成柴火妞后，还有宗门觉得我不近女色，于是送了一对男的给我。一声闷响，左手起肘断开，我爱的人用我选的剑砍断了我的手，真是讽刺至极。我强忍钻心的痛，问出了一直想问的话：当初修复魔域封印，明明大师兄更合适，你为什么推荐我？凌渊坚定的眼神突然闪躲了起来。答案已经摆在面前，我却一直不敢相信，或者说不愿相信。你早就知道方还想杀我，是不是？凌渊咬着下唇，眼底情绪涌动。大师兄是要做掌门的人，我会是掌门夫人，你给不了我的，他都能给我。我最后听到的声音是：楚池，你死不足惜。我吐出一口紫黑色的脓血，便晕死过去。那股温暖的气息再次包裹我全身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从梦中惊醒。我又救你一次了，你要怎么报答我？原来我没有死，还枕在了小溪腿上。我起来活动了一下，发现周身舒爽，完全没有了先前的无力感。我的功法全都回来了，就连被挑断的筋脉和砍断的左手也恢复如初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小溪，你命还挺大，小师妹砍你的那一刀，正好将你体内的郁结之血逼了出来。
洞里的寒气又将你因业火而损伤的丹田修不好。换句话说，你不但没事了，功力还比之前更厉害了。我眼睛有点酸酸的，不知道怎么道谢才好。道谢就不必了，以身相许吧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现在吧。说着就朝我扑过来，吓得我脸都白了。虽说我是宗门第一美男，但也还是小雏鸡，没见过这种场面。我吓得抱住了身后的石柱，小西哈哈大笑。我看着自己的左手，对小西的身份有了猜想。你能告诉我你真正的名字吗？他眼神一沉，嘴角的笑容收敛了起来，似乎有点为难，但即刻又舒展开来。你不是猜到了吗？楚池，你会和那些人一样，觉得正邪不两立吗？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忐忑的神情，他明明那么无所畏惧。正道之人将我逼入绝境，魔族之人救我于危难。何为正？何为邪？我已经分不清了，但有一件事情我很肯定，我的剑永远不会指向你。西幽，人人谈之色变的魔族女帝君西幽。传言她嗜血成性，贪财好色，吃人不眨眼，有着通天的本领，能活死人肉白骨。我看唯有好色是真的。他眉眼含笑地看着我，还有点想吃人的感觉。在我受伤昏迷的那几日，去魔域调查的人终于回来了。他们在里面找到了我的灵力残留，证实了封印确实是我修补的，而封印旁全是我生活了几年的痕迹。我走出寒谷洞那天，所有人都来了，包括掌门。大家都知道我没说谎。你受苦了，池儿。掌门看我的眼神充满内疚，那些取笑我的弟子都低下了头。可那又怎样？人心鬼域早已烂透了，道歉就完事了。楚池受的那些苦是活该的。西幽从我身后走出来，个个都瞪大了眼睛。只因寒谷洞旁边就是宗祠，所以这里设有最高级的结界，千百年来还没有外人能进来。西幽出现在这里太不寻常。掌门刚想开口，凌渊跌跌撞撞推开人群跑来。楚池，他们说的是真的？怎么，你也觉得我这些年是去逍遥快活了吗？可大师兄明明说，他说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将方海当年差点将我杀死在魔域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你不信我，总该信掌门派去调查的人吧？凌渊艰难地抬起头，直到从长老们那里得到肯定的答案。他踉跄着跌坐地上，难以置信。他骗了我，他居然骗了我。原定明天就是凌渊和方海成亲的日子，宗门上下一派喜庆气氛。凌渊从人人艳羡的未来掌门夫人跌落成了叛徒夫人，他无法接受。他抱住我的脚，苦苦哀求我救救方海，不要让他一错再错。西幽冷笑一声，这山头养的都是猪吧？你们还在这磨蹭，人估计已经跑了。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来报，方海逃了。方海不仅逃了，还盗走了宗门秘宝，一朵能增进灵力的千年灵芝。这下所有人都知道，方海利用了凌渊。他之所以要娶凌渊，是因为宗门女弟子大婚之前需要进宗祠祈福，而千年灵芝就放在宗祠里面。凌渊跪在我面前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他说不想耽搁大婚，借灵芝只是用来驱毒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楚池，你会原谅我的吧？西幽一巴掌打过去，快到我只能看到残影。哭哭哭，烦死了！说你是猪，你还真蠢上了，还敢求原谅，信不信剁了你？凌渊摸着红肿的半边脸，敢怒不敢言，看着西幽如临大敌。他跪着挪到我脚边，又嘤嘤嘤地哭了起来。楚师兄，平日里你最疼我了，舍不得我受一点伤。我也很后悔对你做过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别怪我？我挑起他的下巴，看着他哭红了的双眼，心里有一股隐秘的快意。早知今日，又何必当初？断臂那日，你我师兄妹缘分已尽，以后别来烦我了。我拉起西幽，甩手而去，
任由凌渊在我身后大哭，我也不理会。自这天之后，凌渊总是找各种借口来找我。他给我做了糕点，西优抢过来吃光了。呸呸呸，你把盐当糖放了。他给我熬了鸡汤，西优又一口气喝光。这鸡营养不良，长得跟鸭似的。他给我摘了霜打的葡萄，西优一颗接一颗吃。皮这么厚，肯定是浇的屎不够多，去多掏2桶屎。无论凌渊带了什么来，他都一定要自己吃光，还尽挑刺。凌渊被气得够呛，又不敢在我面前发作，憋得脸都绿了。这天凌渊趁我不在偷袭西优，他并不知道西优的身份，以为他只是寻常精怪，想趁机杀了他。西优虽然讨厌凌渊，但他不能还手，一旦他出手，必定挑起2族争斗。无奈凌渊难缠，不死不休。虽然凌渊不是西优的对手，但毕竟是修仙之人，西优的肩膀被划破了。我正好看到了这一幕。西优努努嘴，我不是故意受伤的，我可没那么绿茶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赶紧帮他包扎伤口。我狠狠瞪了瞪凌渊，不要再做无谓的事情了。楚池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的。这天之后，他竟然偷偷下了山，找方海报仇去了。心疼你的小师妹了，万一他落到方海手里，掌门必然会有所顾忌。简单，等方海来了，我将这山头铲平，一个不留。跟西优在一起的这些日子，我也变得随性简单。原来为自己而活是这么快活。方海来的比预料的还早，他入了魔，吃了千年灵芝，功力大增，一路杀上了主峰，寻常弟子根本阻挡不了他。方海一边擦着剑上的血，一边环视一圈，谁乖乖献上宗门秘宝，就留你一命做个公统奴。说罢，他提剑将一个弟子的腿砍了下来，这腿曾经踩脏我的衣摆。又将一弟子的手砍下来，这手没有对我行礼。最后剑指向掌门所站的方向，老头，你居然还没死！孽徒，你到底想如何？想夺这个天下，大言不惭！最后剑结果二师兄第1轮就被从场上轰下去了。动手的是望天宗的团宠小师妹，今年刚10岁，1米多点的小豆丁，手脚脸蛋肉嘟嘟的，就这么把新生代第1人打下去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惊疑不定，有的脑子灵光些，看完他后猛地反应过来，目光又转到了我身上。小萝莉脸皮薄，顶不住这满场目光，脸蛋红红的扑进了场下师姐的怀抱。我坐在阿呆身上，波澜不惊，把上神的逼格拿捏了10成10。个人战以望天宗的大获全胜告终。接下来又是团战，随着一队队人马进入秘境，台上坐着的各大宗门宗主来和我套近乎。不知上神在师从何方？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我意中的，原来是意中的。老大爷恍然大悟状，久仰久仰，真是少年英才啊！久仰你一脸啊！你知道意中是啥？我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呀！和个人战的速战速决不同，团战他们开了10天10夜，我可没有那闲心搞围观，早就溜之大吉，日日骑着阿呆到处闲逛，夜晚蒙头大睡。就这样混过10天，我被邀请去观看最后的决赛。最后一天，各大宗门的小队已经到了秘境深处。秘境深处是一座山洞，千万年间无人打开过。每次宗门大比，都有雄心壮志的少男少女想要尝试打开这山洞，可每次都是失魂落魄的走。今年也不例外，所有宗门的少年英才都聚集在山洞口，但都是一筹莫展。我打着哈欠看直播，视线突然瞟到洞口上的5个大字，瞬间瞪圆了双眼。阿呆，
阿呆应声而起，驮着我飞入秘境。众弟子看到我来了，精神不禁为之一振。上神，上神来了，咱们有救了！我没有理会这些喧闹，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洞口上方的5个大字。虽然饱受风雨侵蚀，可字迹依旧清晰可见。宫廷玉液酒。我有点犹豫。181杯。我话音刚落，伴随着龇牙一声巨响，这座封闭上万年的石门应声而开。石洞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秘宝，只在中间矗立着一根石柱，上面放着一本厚厚的书，书封上印着4个大字“新华字典”。这新华字典被人加了法术，所以可保持万年不朽。我把新华字典带回来，准备编一本5年修仙3年模拟。其他宗门的也想来分一杯羹，可是又不敢和我正面抢夺，只能一脸羡慕地看着我。但是很快的，他们就不羡慕了。魔界魔君知道秘境宝物被拿走后，直接对修仙界宣战了。而首当其冲的必然是我们拥有新华字典的望天宗。咦，这世界还有魔君啊！我让老头给我说说这魔君，老头却一脸如临大敌。上神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原本魔界群龙无首，那些魔修完全不成气候，谁知几年前竟然冒出来一个精彩绝艳的小辈。他统一魔界，自称魔君，带领着魔界众人潜心的修炼，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。我们修真界已经有很多高人命丧其手，他的修炼方式也特别诡异，施法时会吟唱一些怪异的曲调。我让老头示范一下那怪异的曲调，老头仔细地回忆了一下，哼唱出了一段让我十分熟悉的旋律。我沉默了，你听听是不是这么唱的？我清了清喉咙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雅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我的歌唱大概是对应上了老头的记忆，他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调。随着我的歌唱，一缕缕黑色力量也从我身体中冒出。看来这就是魔君的施法方式没错了。我无语啊！谁家魔君这么土嗨，还唱凤凰传奇啊？这能不入魔吗？我 KTV 每次点凤凰传奇都是全场蹦迪呀。魔界并没有给我们太多准备的时间，不过短短数日，大军压境，修真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见我们望天宗有难，其他宗门也举宗支援。望天宗更不必说，上至头发花白老妇，下至嗷嗷待哺孩童，无一不做好了开战的准备。宗主老头本来也想上前线，却被我拦住，让他稳定望天宗后方。可这老头不愿意，上神莫要瞧不起老朽。老头说，我这些日子勤学苦练，普通话也是大有进益。那我就来出题考考你。见老头一脸自信，我大笔一挥，写下一段文字：人要是行，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行行行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；要是不行，干一行不行一行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。完整读一遍，我就让你上前线。我说，老头傻了，他支支吾吾了半天，一句话都没说完整。这题是有点难了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那我重新考你一道吧。领导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明说，没什么意思，意思意思。领导说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小明回答，小意思小意思。领导又说，你这人真有意思。小明说，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。领导说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小明回答，是我不好意思。请问以上意思分别是什么意思？老头又傻了。我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，好好的搞后勤啊。魔界大军开战的那天是唱着歌来的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鲁冰花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
地上的娃娃想妈妈。随着他们的吟唱，黑色力量疯狂地将我们缠绕。我让众人各自施法防御，自己伺机而动。很快的，他们唱到了第二段。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鲁冰花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雷黑雷黑一儿幽啊。我的雄浑歌声随着法力传遍了整个战场。魔界大军的攻击瞬间被我这一嗓子打乱，好半天才又有人起了个头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大约在冬季，齐秦的都是老歌，看来这魔军有点年岁了。我怕了吗？我当然没怕。他们唱什么，我就唱什么。我要唱得比他们更大声，我要用乱七八糟的曲调带偏所有人。如果有现代人在现场，那大概会痛苦地捂住耳朵，因为他将听到京剧版大约在冬季，东北二人转版七里香，无一句在调上版10年等等。依靠着这些神曲，魔界大军被我打得溃不成军，步步倒退。眼看着局势扭转，那位精彩绝艳的魔君坐不住了。只见他身着黑衣，身形修长，脚踏巨鸟升到半空。你也是穿越来的？他质问我。你懂不懂，穿越者也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啊。劳资在这干得好好的，你来这儿搅什么局？你快点投降，我还能饶你一条小命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笑了，也带着阿呆飞到半空。说真的，我本来还担心我打不过你。我说，可是我现在不害怕了。我看着眼前的黑衣男子，他瘦削高挑，容貌俊秀，端地是一副高贵冷艳的模样。可谁能想到这副高贵冷艳的模样能流利地说一口川普啊？尼玛，你真的能用川普唱凤凰传奇吗？因为川普永远战胜不了普通话。看招！帝高阳之苗一息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摄体真于孟邹兮，惟庚寅午已降。随着我的背诵，一股空前强大的纯净力量从我身体里疯狂地涌出。看着魔君惊恐的眼神，我笑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，多亏了他，我才能背下来全篇《离骚》。魔界大军伤亡惨重，残存的一些人马被魔军带着藏到了魔界深处，再无踪影。估计是在哪儿躲起来开展他的川普声乐教学去了。世界又恢复了平静。历经数年，我编撰好了5年修仙3年模拟。作为修仙必读书目，这本书被印刷成无数版本，在修真界疯狂地传播。我依然被人尊为上神，享受着修真界的超然待遇。就这样，1年、10年、100年，等我老得戴假牙的时候，有后辈找到了隐居的我，他给我带来了一些故人的问候。我们快乐地谈天说地，阿呆依然躺在我的脚边，快乐地晒太阳。上神临走的时候，那后辈站在门前，欲言又止。您现在依然是全修真界的偶像，晚辈想问，您有什么忠告想要分享给未来修仙路途上的后辈吗？我半晌没说话。喝退！在他眼里的光辉逐渐的暗淡时，我终于吐出了嘴里松动的假牙。忠告啊，倒是有一句。我慢悠悠地说，知识就是力量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